你是否曾经怀疑过，为什么有些机会总是在别人身上发生，而自己却总像站在门外，看着世界替别人开灯？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门没有为我打开，而是我在心里从未真正允许自己走进去。当一个人内在深处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潜意识就会替他筛选掉那些本该属于他的可能。大脑的网状启动系统会自动忽略与不值得、不相符的机会，神经回路会反复强化过去的自我怀疑，于是现实看起来像是命运的安排，其实只是信念的投射。你以为自己在等待机会，其实机会在等待你相信。真正的转变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突然变好，而是某一天你终于在心里说了一句我值得。那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，却像在大脑里重新接上电流，新的神经连结开始生成，旧有的匮乏模式慢慢松动，你对自己的看法悄悄改写了整个世界对你的回应。当你真正相信自己值得，你不再过度解读别人的冷淡，不再把拒绝视为否定，不再在关系里讨好换取安全感。你开始选择，你开始筛选，你开始知道，不需要抓住每一个出现的人事物，因为真正属于你的，会因为你的笃定而留下。宇宙其实一直在回应频率。当你的内在充满怀疑，你吸引的往往是考验。当你的内在开始笃定，你吸引的便是配得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心理与能量的同步机制。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值得被爱、被尊重、被重用，他的语气会改变，眼神会改变，选择会改变，而这些微小的改变，正是命运重新排列的开端。你不再低声询问，这样可以吗？而是平静地说，这就是我。当你站稳自己的位置，世界便知道该如何为你让路。有些路原本就存在，只是过去的你走不到那里。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内在还没准备好接住那样的高度。当你真正相信自己值得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突然变得顺利，不是因为宇宙突然偏爱你，而是你终于停止拒绝它的善意。机会开始浮现，关系开始对齐，资源开始流动。你不再追着世界跑，而是与世界并肩前行。请记得，自我价值不是外界给的奖章，而是你内心的宣告。当你宣告自己值得，你便为自己打开了一扇门。那扇门后，不是奇迹突然降临，而是你终于愿意走向本来就属于你的道路。所以今天，不必等到成功才肯定自己，不必等到被选择才相信自己。现在就告诉自己，你值得。当你真正相信这句话，宇宙早已在前方，为你铺好了路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把自信理解成一种姿态。说话要果断，表情要镇定，遇到质疑要立刻反击，在任何场合都不能露出迟疑。我以为那样才叫强大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，那种强撑其实很累。身体紧绷，呼吸变浅，连笑都带着防备。那不是自信，那只是害怕被看穿。真正的自信，不是把自己推到高处，而是愿意站在原地，让别人看见真实的你。神经科学里说，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防御状态，大脑的杏仁核会持续警戒，交感神经亢奋，整个人都在准备战斗或逃跑。难怪假装强大会那么疲惫。而当你允许自己松开，承认自己也会不安，也会害怕，也会不确定，副交感神经才会慢慢启动，身体开始放松，心跳稳定，思绪清晰。光就是在这样的松动里出现。自信从来不是没有阴影，而是知道即使有阴影，我依然值得站在光里。
你不需要在每一次发言都完美，不需要在每一段关系里占上风，不需要成为所有人口中的厉害角色。你只需要允许自己发光。发光不是耀眼，而是真实。当你不再刻意表现，反而更吸引目光。当你不再证明价值，价值自然浮现。因为人会本能地感受到稳定的能量。当一个人内在对自己是接纳的，他的语调是温和的，他的眼神是柔软的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有重量。那不是压迫，而是光。你或许曾经被要求要更强、更好、更突出，于是你学会了撑。但宇宙从未要求你武装自己，它只是在等待你卸下那些为了生存而建立的盔甲，让真正的你被看见。当你愿意相信，就算不完美也值得被爱，你会发现，很多竞争不再重要，很多比较失去意义。你开始专注于成长，而不是输赢。你开始欣赏自己的节奏，而不是追赶他人的步伐。这时候的你，不再用力证明，却自然的吸引。那是一种安静的力量。自信不是声量最大的人，而是最不需要呐喊的人。当你允许自己发光，你不再害怕被看见，也不再害怕被误解。因为你知道，真正属于你的舞台，会容纳你的真实。你不用成为太阳，你只要成为自己。而当你愿意如此存在，光就已经在你身上。有时候，未来并不是慢慢走来的，而是被你在心里反复描绘出来的。你或许没有察觉，但每天脑海里闪过的那些画面，正在为你铺成方向。当你想象自己总是差一点，总是运气不好，总是不被选择，大脑会把这些想象当成预设剧本。它会自动搜寻符合剧本的证据，强化熟悉的情节，忽略与之相反的可能。这不是命运，这是神经回路的惯性。大脑分不清强烈想象与真实经验的差异。当你反复描绘某种未来，神经元会一起放电，连结会变得更紧密，仿佛那个画面已经发生。于是你走路的姿态改变了，你做选择的勇气改变了，你对机会的反应也改变了。未来就在这些细微的偏移里慢慢转向。如果你总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可能不行，那份迟疑会渗进语气里，渗进眼神里，渗进每一次递出的履历与回复的讯息里。世界接收到的是你的不确定。但如果有一天，你开始在心里描绘另一种自己，不是完美无缺，而是稳定前行；不是一步登天，而是一步一脚印。你看见自己在困难中没有退缩，在关系里保持真诚，在金钱议题上学会负责与成长。那样的画面会让你内在升起一种新的重量。你开始为那个想象中的自己负责。你会更愿意学习，更愿意等待，更愿意为长远目标放下短暂的诱惑。因为你知道，你正在靠近那个版本的自己。吸引力法则并不是单纯的想一想就好，它更深层的运作是让你的自我概念升级。当你对自己的想象提升，你的身份感会随之改变。而一旦身份感改变，行为自然跟着改变。行为改变，结果就改变。未来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奇迹，而是你每天如何看待自己的累积。你怎么想象自己，就会怎么对待自己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世界就怎么回应你。或许你还没到达理想的位置，但你可以先开始想象自己已经是那个值得成功的人。不是用幻想逃避现实，而是用愿景牵引现实。当你在心里一次次看见那个更成熟、更笃定、更有爱的自己，
你会慢慢活成那个模样。未来其实很诚实，它总是忠实地呈现你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想象。所以今天开始，请为自己换一个画面，让你的内心先成为理想的蓝图，然后放心前行。未来会依照那个蓝图为你塑形。曾经有一段日子，我总是在加快脚步，说话要更有说服力，表现要更亮眼，成果要更快速，仿佛只要慢一点，就会被世界淘汰。那种急，不是为了成长，而是为了被看见。我害怕沉默里的空白，害怕没有掌声的时刻，害怕别人看不见我的努力。于是我用力展示，用力解释，用力证明。可是越用力，内心越空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被呐喊出来的。当一个人急着证明，其实是在向外界寻找确认。而当确认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心就无法真正安定。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，当我们过度追求外在认可时，大脑会对他人的评价产生高度依赖，情绪随之起伏，自我感变得脆弱。这样的努力很辛苦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决定停止追逐掌声，不是放弃成长，而是把焦点从被看见移回成为自己。当你开始专注于把事情做好，而不是让别人看到你在做，能量会改变。你的语气变得平稳，你的步伐变得稳定，你的选择变得清晰。你不再为了讨好而改变方向，不再为了比较而焦虑。你只是踏实地走。奇妙的是，当你不再急于证明，别人反而开始注意到你。因为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真正有价值的人不需要大声宣告，他们的存在感来自内在的确信。那份确信不是傲慢，而是知道自己正在成长，正在累积，正在成为更好的版本。当你不再把焦点放在我够不够好，而是放在我是否真诚，外界的回应会慢慢跟上。价值不是透过竞争产生，而是透过一致性显现。当你的行动、信念与内心对齐，世界自然能感受到那份稳定。你会发现，不需要解释太多，不需要说服太久，真正适合你的机会与关系，会因为你的笃定而停留。你不用急着站到舞台中央，只要把自己站稳。当你不再焦虑于被评价，你的光会更清晰。那不是张扬，而是沉稳。当你不再急于证明，你终于把权力拿回自己手中。而价值也在这样的安静里，自然被看见。有些时候，你之所以感到疲惫，不是因为做的不够多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替自己的存在辩护。你好像总需要一个理由，才敢安心坐在某个位置上。需要成绩证明自己值得被肯定，需要收入证明自己没有白活，需要关系证明自己没有被遗弃。于是你不停累积标签、头衔、数字、成就。可是当夜深人静，那些外在的证明退场之后，你依然会问自己，这样就够了吗？那个声音其实来自一个更深的误解。你误以为价值是条件式的，仿佛必须做到某个标准，才配拥有爱与尊重。但存在本身从来不是一场竞赛。心理学里谈到自我概念时，会区分表现自我与本质自我。前者来自成就与角色，后者来自你作为一个生命本身的价值。当你把所有认同都压在表现上，焦虑就会成为常态。因为表现永远可以被比较，永远可以被超越。而本质不需要比较。你不必证明自己值得存在，因为你本来就在这里。
你不需要用成功换取呼吸，不需要用努力换取被爱。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这件事，神经系统会慢慢从警戒状态退下来。你会开始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学习，允许自己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，也依然被接纳。那是一种深层的松动。你不再因为别人的否定而全盘崩塌，也不再因为短暂的失败而质疑整个自己。因为你知道，表现可以波动，价值不会。当你不再急着向世界提交证明文件，你会把更多能量放在成长本身。不是为了证明，而是因为你喜欢成为更好的自己。那种动机来自内在，而不是恐惧。宇宙回应的往往不是你拼命展示的样子，而是你深信的身份。当你相信自己本来就值得，你选择的关系会不同，你接受的待遇会不同，你为自己设定的标准也会不同。你不再祈求位置，而是自然的坐下。你不再争取目光，而是平静的存在。存在本身就是答案。你此刻的呼吸，此刻的心跳，此刻的意识，都在证明一件事：你已经足够。当你真正让这句话沉入心底，你会发现，人生不再是一场辩论赛，而是一场体验。而你不需要赢得任何人的审判，就已经值得被爱、被看见、被温柔对待。改变从来不是一个壮烈的瞬间，不是某一天你突然变得无所畏惧，不是某一次你彻底脱胎换骨。真正的改变，往往始于一个极其安静的动作。承认自己其实渴望更多，承认自己并不快乐，承认自己害怕，承认自己其实有能力，只是一直不敢相信。很多人卡住，不是因为做不到，而是因为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心声。我们习惯否认脆弱，否认嫉妒，否认野心，否认对爱的渴望。于是那些被压抑的部分，在潜意识里默默运作。心理学称之为阴影。当你拒绝看见它，它就会以更失控的方式影响你。你会在关键时刻退缩，在机会来临时自我破坏，在关系里重复相同的模式。不是因为你不想改变，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承认。承认是自我整合的开始。当你愿意对自己诚实，大脑前额叶会开始接管情绪反应。你不再被本能牵着走，而是开始有意识的选择。那一刻，你从受困者变成创造者。你承认自己其实想成功，于是停止假装淡然。你承认自己其实需要爱，于是停止假装不在乎。你承认自己其实有天赋，于是不再把机会让给别人。这些承认不张扬，却极其有力量。因为当你承认，你就停止与自己对抗，能量不再浪费在否认与压抑上，而是开始流向建设与成长。宇宙无法回应一个被你自己否定的愿望。当你说我不在乎，其实心里渴望的要命，频率是混乱的。而当你坦然说是的，我想要，那份清晰会像讯号一样发射出去。改变不是从努力开始，而是从对齐开始。对齐你真正的感受，对齐你真正的欲望，对齐你真正的价值观。你对自己的承认，就是把分裂的部分重新接回来。当你完整，行动才会一致。当行动一致，
结果才会稳定。很多人等到条件成熟才愿意相信自己，其实顺序刚好相反。当你先承认自己值得，有能力，有渴望，条件才会开始成熟。改变的起点，不是外在的机会，而是你对自己的点头。那个点头，也许只有你知道，但宇宙会听见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